你刚才为了救那丫头，硬扛了我无数刀气，已然受了极重的内伤。1炷香之内，你若再运功，不用我出手，你都会经脉寸断而亡了。苏公子，屠二爷，苏公子，别老叫我屠二爷了，叫我屠婉吧，你我可是朋友。你抓紧时间调息，我替你争取些时间。1炷香的时间，我想试试。你想救他？是，我要救他。就凭你，以你的修为，还不到金刚凡境吧？哼，被小瞧了呀。能跟苏公子拼到这般地步，想必你也是强弩之末。或许现在的你，还不如一个金刚凡境。既然求死，那便赐你一死。止！如今只需一个药人，便足以让我落了下风。若将药人组成军队，那琅琊王势必不会是永儿的对手。只是这个叶押，真是完美，可惜呀，可惜。叶押先生在可惜什么？可惜这么完美的药人，我再也复刻不出第2句，别人都不如他。会有的，毕竟天启城中还有许多好的苗子。今夜这月适合死人呢。快走！苏公子，1炷香的时间可还没到呢。你做的已经足够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你会死的。我来这天启城已经有些时日了，听说过你的名字，千金台屠二爷。你们千金台的人，也肯为所谓的朋友付出生命吗？为什么我是屠二爷，就不会为了朋友而死呢？那如果我是屠婉，我会为了朋友而死吗？男人若遇心仪女子，只一眼便可一生不忘，那叫一见钟情；而我们男子，若遇一男子忽觉可付之真心，那叫一见如故。我与苏公子，便是一见如故。好一个一见如故！苏公子，我武艺不轻，只能行至此处了。为何一炷香的事情明明还没有到？因为我是苏沐雨，
暗河的苏沐雨，所以我总是比其他人想象中的要更强一些。也罢。打算去越方的，突然感觉到你们这儿有强烈的杀意，当时我转头就跑了。我一连跑过了3条街，我还是想着回来看看，但其实我心里还是很害怕的。直到对方对我拔刀的瞬间，我忽然就不害怕。或许我以后会变得像我大哥一样，肥头大耳，一线就长。可现在，我还是涂万，是可以为了朋友而赴死的涂万。今日恩情，木一定铭记于心。我现在神医会去疗伤，这里便交给你了。啊，放心去吧。这本古书似乎与药人之术有点渊源。这药人之术落入药王谷手中，若能得到药王谷神医的帮助，兴许能出窥西门庆。进来。云姑娘，我派你潜入副统领府金吾卫中，你今夜突然到访，可是副统领之子的病情有了新的转机。是千金台的涂二爷带来了一名医者，副统领想要把他留在府中，可他们的一位朋友却突然赶到，将他们带走了。后来呢？他们离开副统领府之后发生了什么？他们离开了副统领府之后，便遭遇了刺杀。刺客是谁？刺客共用了6柄刀。男爵刀鬼许流云。是的，我不敢离现场太近，只是远远的观察。看见那名医者似乎受伤了，好像从一开始，刺客的真正目标便是他。一位能杀死刀鬼的朋友，一名能引来刀鬼刺杀的医者。你说涂二爷是请他们去治病的，他们来自哪座药庄？明丞相的鹤羽药庄。知道了。你的狼被我吃掉了。凭什么你的虎能吃我的狼啊？虎能吃狼，不是很正常吗？狼都是一群一群的，你的虎都是一头一头的。所谓双拳难敌4手，你孤虎难敌我群狼。群狼何在啊？在这儿。这也行啊？这不行吗？啊，我死掉了。师傅怎么还没回来？放心吧，有我们苏家主出手，那什么副统领的府邸还不是随意进出。行了，你要实在不放心的话，我给你补上一卦。你算卦就是抛钱币看正反，能准吗？百试百灵啊！苏沐雨没回来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？
我记得当初在天启城的时候，有个人可是急得要死哦。今时非往日，宇哥那么厉害，用得着我这无毒无用之人担心吗？我看啊，还是那个什么副统领更需要人担心一些吧。不对，你又开我玩笑。如果是我的话，你会担心我吗？哦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可是你家主啊。我只恨我现在用不了毒沙掌，不然我一掌拍死你。就你还家主？不接。师傅，许流云死了。怎么会？他不是刀鬼吗？刀鬼也是人，并不是真正的鬼。典将军，也就是你舅舅请他去杀了药王谷那个小神医，他不敌执散鬼被反杀。我想，他此刻应是心急如焚，要动用更多在暗中的锋刃了。舅舅做事，我是放心的。永儿，你是因为他是你舅舅而放心，还是因为他来办事而放心？你如今已经比师傅厉害了，想要办事，却不想沾染自己的手，亲情的确是一把趁手的工具。且看今日，舅舅能不能漂亮的办一场事吧，不然最后真要仰仗苏长河了。他可是一把双刃的刀啊！血已经止住了，宇哥，你给师父用了护命的金不破。应该是的，是神医让我做的。不过在那之前，他便晕了过去。很好，若是没有这金不破，此刻他是神仙也难救。师父中的是刀伤，那股刀气还在他的体内，需要将那股刀气逼出来。穆家主，在，听我指挥，到时候一掌打在师父的百会穴上，记得别太用力，要用绵柔阴贵的内劲，不然就算师父活下来，他的脑门也会凹下去几分，他会气死的。明白，这个我擅长。赵岩，我需要做什么？宇哥，你现在什么都不需要做，你也受了重伤，现在应当好好养伤。好，你且安心救他，不必管我。宇哥，怎么回事？神医外出巡诊，发现天启城有世家弟子似乎中了药染之毒，回来时遭人伏击，身受重伤，是我没能保护好神医。莫非是许流云？你怎知是他？京城刚刚得到的消息，刀鬼许流云入了天启城，而且还和飞虎将军府有些来往。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动手了。他跑了？他已经死了。是飞虎将军府。看来长河最初的猜测没有错，还是大皇子骁勇所为。那个叶阳很
很有可能也藏身在飞虎将军府。我们一直盯着飞虎将军府，想要追踪叶押的踪迹，但是他们总是故布疑阵，引得我们耗费大量精力去追踪，但是每次都是虚晃一枪。看来这刀鬼，就是在我们被调虎离山之时离开了将军府。我要去趟将军府。宇哥，你疯了！不必管我，你们好好守在此处。宇哥不可，你现在当务之急是抓紧疗伤。如果拖着重伤之躯去强行报仇，那岂不是得不偿失？我若不去，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这鹤羽药庄还能安全吗？如果我是他们，知道神医掌握了药人的秘密，那不惜一切代价也会杀死他。就算刀鬼已死，也会派出其他剩下的高手追杀到底。看来这鹤羽药庄很快就要高手云集了。我和青阳早些布下的阵法还在，外人应该没有那么容易进来。如果现在把神医转移呢？去昌河闭关的那间密室。我虽不懂医术，但毒术和医术略有相通。神医他现在不能动，若再被人带着跑来跑去，体内真气乱窜，随时都有可能会死。所以我必须要去，我要让他们看到我的愤怒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想告诉他们，白神医已经死了，所以你才会如此愤怒，不顾生死。好，宇哥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留下来保护大家。宇哥，如今昌河闭关，得多依靠你了。好，我和雪薇留在这里。宇哥放心。我中。他们来了。都退后！这是阵法。魑魅魍魉，小把戏罢了。我来破阵。原来是你。我有想过我的心魔会是谁，或许是主宰我们多年的义母，或许是对我耳提面命、严加管教的爷爷，亦或许是我自己。但我没想到，竟然是你，苏沐雨。或许我从始至终都羡慕你的磊落与洒脱，但这一次，我在心魔中又获得了与你相战的机会。那么这一次，我绝不退缩。这外面，我和青阳布下了千幻迷踪阵，进阵之人会被困在原地，看见自己的心魔。以防万一，这院中我再布一层毒阵。好。马上就是将刀气逼出的关键时刻，千万不能有外人闯入惊扰。明白。定让此间无人能扰。
你之前修炼的内力最是柔和，你进屋帮助萧姑娘去除刀气，我和雨墨守战。好。阵破了。谢兄弟果然不凡，但里面还有一道毒阵，我不善毒术之道，还得烦请叶压先生出手了。哼，好一个局中局，阵中阵。院内的毒气不错，可不要浪费。去吧。他在吸雪薇布下的毒物。不管你是不是他的大师兄，倘若今天你敢进这个屋子，我必杀你。原来就是这个家伙吸走了雪薇的毒气。是叶压炼成了这具金身药人，然后取走了雪薇身上的毒。他就是唐连月的大师兄，唐门的副门主唐灵皇。所以，这家伙不仅拥有雪薇的毒功，他还是个天境高手。是啊，真是个难对付的家伙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不好了，有人杀到府上了。谁？我。安和苏沐雨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来此何意？白神因是我暗河景天启的，对我们暗河而言，是最为亲近的朋友。我曾经对他说过，有我在，必能护他周全。可如今他死了，死在了将军请入天启城的高手手上。我要你一句解释。我凭什么给你解释？这是你的选择，而我也会做出我的选择。你知道杀死一个大将军，在我们北离是什么罪孽吗？凌迟，夷三族。夷三族。苏沐雨，你身受重伤，若再催动剑气，必死无疑。上帝一切自是800罢了，你好好思量下，不要冲动。不要冲动，还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这么说。不过这一次，我很想冲动。毒物都被吸光了，还不进去帮忙？再试试这毒药人的威力吧。苏沐雨直接闯入将军府，情况十分危急，请诸位立刻回府相助。苏沐雨不在此处，却去了将军府，为何？说是将军杀了神医，他愤怒至极，前去复仇。不过看他那个样子，确实是疯了。如今已调动金无畏前去将军府相助了。他确实说，白鹤环已经死了，肯定死了。苏沐雨来的时候就已经受了重伤，不过他刚才挥剑那个样子，根本就是冲着你死我活去的。诸位，若再不去，恐怕将军府就要被人屠了。宇哥，难道我们今日便要死在此处了吗？回去。
谁能想到，你我二人竟然差点交代在雪薇的督下。看来是宇哥那边闹的动静足够大，把他们都吸引回去了。你们无事吧？你们这毒，快吃下吧。放心，没大碍。神医那边怎么样了？神医无碍了。好。我终于明白，为何一个普通的江湖组织，一捕他们会如此看重。暗河之强大，从苏家主身上可见一斑，也让我们这些从战场上苟活下来之人，反而相形见绌了。将军曾在战场上卧虎杀敌，毫不血勇，如今却在这天启城中操纵阴谋诡谲，可曾记得当年策马上阵的自己？谢在也，苏家主，还真是令人失望。看来当时昌河是对的，有些时候就应该斩草除根，一个不留。我很敬佩你跟大家长的勇气，也很遗憾，我没有你们的勇气跟能力。但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是啊，正因为我和昌河足够强，所以才能看到那杂草重新生长起来之时，再让它灰飞烟灭。上回一战阔别久矣，你的内力瞧起来深厚了不少，但我也并非停留在原地。唐灵皇，真气乱泄，剑意不减，杀意更强。苏家主，你这是走火入魔了。看来在你心中，我那小师叔很重要。叶妖，我会杀了你。哼，就凭现在的你，方才你中了唐灵皇那一掌，接下来我们无需动手。只需要半炷香的时间，你就会毒发身亡。可你毕竟是苏沐雨呀，是能颠覆暗河和影宗的男人。只要让你离开这里，以后发生什么都很有可能。所以，就死在此处吧。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副模样啊，小沐雨。老师，小昌河怎么不在？他若是看见你这么狼狈的样子，一定会先大笑几声，然后把这些人都给杀了。你是谁？鬼医夜鸦，药王谷的叛徒。你竟然敢把未来的唐老太爷练成药人，惹上唐门，
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！杀了他们！炎魔掌。要追吗？不必了，因为就算追上，你们也会被他杀死。真是狼狈啊，小木雨。穆家的假术士，既然来了，就不要躲躲藏藏了。你是谁？你是？是我，许久不见呀，穆清扬。你去过望城山，见过你崇拜的那位剑仙了吗？你是藏书楼的楼主，苏云秀。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我只是离开了暗河，他们追踪不到我的下落，便只好说我死了。可我是苏云秀啊。我可是苏沐雨和苏昌河的老师，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去死呢？为何你的容貌一点变化也没有啊？是啊，为何我的容貌没有任何变化呢？苏沐雨，你来了，神医那边。神医无碍，我来接你回去。太好了。小沐雨，你见的老师没有死，活生生的站在你面前，为何没有展露一丝的喜悦之情呢？他们说老师你死了，后来我和长河去查过，但我没有90%把握是你逃走了。还有1成呢？还有1成是你换了身份，重新藏回了暗河之中。不愧是我的弟子。不过小沐雨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么不冷静。所求为何？我们的好友，药王谷神医白鹤怀，因为掌控了对方的秘密而被对方重伤，并且必须要其性命。苏沐雨为了救他，也受了重伤。如今，白神医需要一个安全的环境疗伤，所以苏沐雨便假装白神医已死，想要复仇，这才能够调虎归山。假装愤怒之极，可我明明看你是真的愤怒之极。老师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并非假装。不够，还不够。是我的愤怒还不够吗？不，是你给的理由还不够。你喜欢他？是，我喜欢他。太好了。为何是太好了？因为终于有人让苏沐雨学会说喜欢，这很好啊。苏沐雨，我很高兴看到你现在的样子。虽然你现在很狼狈，但今天的你是我见过你最俊秀的模样。你知道冰山融化之后会变成什么吗？老师，莫要大局了。是汪洋大海啊，傻子。好了，我要走了。我只是路过天启城一趟，不想恰逢这般精彩之事。
我知道，你定能从里面闯出来，你还有你的底牌。不过毕竟，你跟小昌河想要带来一个新的暗河，那么任何一步都不可走错。苏沐雨，我们走。为何一直突破不了第9道门槛？何事？大哥，飞虎将军府那边传来消息，问你何时出关。他们着什么急？时机到了，我自然会出手。昨夜，飞虎将军府发生了一些事情。什么事儿？先是白神医发现了他们的一些秘密，随后白神医便被重伤。之后宇哥为了引开对手的注意，便不顾自己身上的重伤，强行进攻了飞虎将军府。将军府几乎被宇哥一个人所毁，直到他们的援兵到来，才逼退了宇哥。现在宇哥和白神医都受了重伤，藏身在了一处偏僻的宅子里。田野他们疯了吗？我说了，我可以帮助他们，但前提是不能伤害我们暗河的子弟。哥，我们为何一定要与他们合作？若昨夜我们能够及时出手的话，那么宇哥也许就不会受那么重的伤了呀。你在质疑我？
哥，我们为何一定要与他们合作？若昨夜我们能够及时出手的话，那么宇哥也许就不会受那么重的伤了呀。你在质疑我？大哥做的决定，一定有你的原因。去告诉殿爷，我跟他们合作仅限于帮助他们对付琅琊王，待我出关，一切自有定局。让他们最好别妄动。明白了，大哥。去吧。王爷，何副将求见。王爷，急报。说吧，看你的样子，肯定是不那么想让人听的急报了。雷将军出击南虚城的时候遭遇了伏击，后带领一支小队杀出了重围，如今正逃往落雷山，那里倒是驻扎着一些士兵。可若是男爵铁了心要围山，怕是没有援军吗？全部都被男爵的大军拖住了。他们此次倾巢而出，似乎是不计代价，只想斩杀我们的主将。落雷山，王爷，你去吧，把他救回来。如今天启城暗潮涌动，我怎么能在此时离开呢？我无妨的，天启城还没有人可以威胁到我，只是我恨，这一次我不能。王爷，金若风去了哪里？怎么还没有回来？他带着楚河去苗疆找龙火草和沉沙珠了。他在古籍里找到了线索，这两样东西一起服用，才能压制我体内的寒毒。我总觉得，似乎有人刻意调离你身边的人。星月姐姐，你如今每多说一句话，都有可能成为你此生的遗憾。可是王爷，在这世上，每个人都有我们绝对不能失去的东西，我有，你也有。当事情不可避免的发生之后，那就不顾一切吧。抱歉了，王爷。王爷，昨夜天启城之中发生了一件大事，
苏沐雨和男爵刀鬼许流云大战，许流云被杀，而苏沐雨那边，那位出自药王谷的小神医白鹤怀，似乎也遭到了不测。随后，苏沐雨大闹飞虎将军府，甚至连金无畏都动用。如今的鹤羽药庄，也是人去楼空，其中具体缘由，我还不清楚。你很快就会知道了。穆家穆清扬见过琅琊王和玄武使。坐下说吧。看来，王爷对我的到来并不感到意外。昨夜的事，连月跟我说了。神医他还活着啊，那便好。也不是很好。如今我们暗河的大家长正在闭关，一位家主身受重伤，一位家主又远在暗河，还有一位家主呢，打架也比较一般，那便是我。但现在又发生了一件很离谱的事情，所以我觉得需要几位守护使的相助。没有几位了，就这一位。什么事？倒霉催的，怎么偏偏受你这个祸害？宇哥，你醒了。我为何会在此处啊？那鹤羽药府已经不能住了，日后必定要被死死盯着了，所以只能在婉儿姑娘家暂时躲避一下。这里是涂二爷带我们来的。是百花楼的婉儿姑娘。是的，涂二爷还说婉儿姑娘这里算是天启城最僻静之处，应当不会再有人来打扰了。那便甚好。神医如何了？昭言说神医已经没有性命危险了，只是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醒过来。岳伟，麻烦你先将神医送离天启城，到南安城。不行，南安如今无人保护，送至暗河，那里有这数个祈祷树。现在神医还是太虚弱了，若是离开天启去往暗河，只怕路途太漫长，神医支撑不住。宇哥，你别担心了，雨墨已经传信回暗河，折树和祈祷书会派援兵前往天启的。那真是要来很厉害的援兵了。以前我们暗河每次看到的情报都是谁谁谁要出现在何处，需要在何年何月何日，甚至有些苛刻的还要在特定的时辰去杀那个人。如今我拿到的信息怎么都是今年的收成集合，来年的种植计划。咱们暗河的大刀什么时候变成割脉的镰刀了？如今家中弟子无事可做，一身气力实在无处施展，于是苏家主就给我们定了这些任务，说等他们从天启城回来之时，需要考核的。怎么考核？不达标者，逐出3家。这是我们苏沐雨在成为家主之后说的最硬气的话了吧？七刀叔，你也知道，苏家主向来都是待人最为温柔，可他一旦说了什么事儿，也一定是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咱们谢家力气最大，办起这些事儿来也算是手到擒来。苏家也尚可，穆家人就惨了，他们又爱干净，力气又小，恐怕……行，退下。是。哼，蛮好，苏沐雨也学会捉弄人了。哼，我觉得他不是在捉弄人，他是认真的，
话说他们让你留下来帮助我处理暗河事务，你怎么……我不懂种田，你怎么不跟着一起去天启城啊？我就是个老头子，他们都是年轻人。有时候啊，我们老是站的话不方便，你懂的。哼，我不懂。哎，那你啷子不喝呢？那么大一个暗河，总要有人坐镇，没人管着这帮家伙，会乱的。大师，教主出大事了！怎么，地里的白菜被野猪拱了？不是，是天启城那边。苏哲兄，你要做什么？踏平天启！就是你呀！你是穆家毒花穆雪薇，雨墨的好朋友。只可惜现在我身上的毒被去掉了，不然我冲你一挥掌，你就已经死了。他呢，可是来自唐门的天才。你的那些毒虽然厉害，但是想杀他，那还是远远不够的。我们走吧。去哪儿？原本还想等神医醒了之后多问些消息，可现下也不知他何时会醒来，而如今只能去调查那什么破统领的儿子了。我是真讨厌天启城这地方，我们赶紧走吧。去你的望城山？那你要一起吗？那边不收女的。玄武使，那咱们就分头行动吧。哎，苏沐雨他们在哪儿？受了伤，自然是在屋里。相逢唯愿醉，玄木姑娘，我该唤你什么？连月公子。不问世间悲欢，听起来倒真像一对璧人。愿望。现在不是说这些。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是吗？听雪落戎装。那什么时候是？明天、后天，还是下辈子？念念不忘，念念遥遥向往事。我只问你一次，你心里有没有我？自唐门一别，我时常会想起云雾姑娘。好，那为何从来都不来找我？我一直在追寻大师兄的下落。我再问你，如果你的大师兄成功获救，你会去安河提亲吗？我是唐门弟子，也是天启城的玄武使。我若去暗河提亲，老太爷不会同意。王爷那边，我问的是你心中是否有我？我问的是唐门吗？是琅琊王府吗？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云梦姑娘，我的本意并没关系，我很开心，至少我知道了你心中有我，但我也很难过。
没想到，在你心里，暗河是这样的存在。喜欢我这样一个暗河女子，是件很丢脸的事情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要问的问题已经问过了，接下来我们是一起行动的伙伴。你大师兄，我们会帮你救出来。宇哥和小神医的仇，也一定会报。走吧。只愿此生不忘。你们先聊。多谢婉儿姑娘。坐。苏公子，看来这次伤得不轻啊。还需休养几日。我在暗河多年，比这更严重的伤，在以前也是家常便饭。不过这次还是要多谢二爷了。若没有二爷的照拂，我们此刻怕是要从天启城中逃离了。其实现在逃离，也未尝不可。既已陷入其中，那便挥剑至死，不再犹豫。这是我们暗河做出的选择。也罢。这些时日我回去以后，一直在调查那李仙将军儿子的行踪，我发现其中大有问题。雨墨他们已经根据之前你给我的线索开始调查了。现在看来，二爷你有了更进一步的发现。是。那李仙将军虽然勇猛，可他这个儿子习武天分却是平平，这都已经20多岁了，却连一个副将都没有混到。若是放在以前，一个副统领想让自己的儿子升迁，自是不难。可现如今有了琅琊王，一切都要以公平为主。这15日之后，便是金殿演武了。若于金殿之前能连赢3局，便可挂着副将之职。这金殿演武，是每个金吾卫都能参与的吗？自然不是。能够参加金殿演武的人，要先通过金吾卫内部的初选。一共就只有48人可以参加。那李仙的儿子原本连这初选都无法通过，可就在10日之前，他于初选之上一鸣惊人，直接获得了金殿演武的资格。可之后不久，就传出了他生病的消息。所以他在那段时间用了某种方式提升自己的武力，而这种方式很有可能就是药人之术。这种术法确实能短时间内提升一个人的武力。统领府那孩子应该不知道会有这样的反噬，应该是被坑害了。于是我便调查了那小子的行踪，发现从1个月前开始，他就频繁地前往鬼市的万丈渊。说是鬼市，其实不过就是天启城中一处较为出名的黑市，多是鱼龙混杂之辈，亦可算是一处灰色地带。若没有可靠的关系，很难入内，就连开放的时间也是难以得知。不过，据我所知，今日便会开放一次。好，要立刻通知雪薇他们。我来天启城，一直想来鬼市瞧瞧，都是传闻中藏妖纳鬼之地，不知和我们暗河比如何。没想到今日竟实现了这个愿望，这不是巧了吗？我一直以来最想做的就是陪你逛逛鬼市。那早不来晚不来，如今靠人才带劲。那毕竟对这天启城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是得找点关系才行。你说是不是啊，玄武使？雨墨，我和你一起。哎，不是这么分组的。看来你跟我一样，也不是很受待见。谁跟你这只乌龟一样了？诸位，
许久不见呐！尝尝点心。哎，给我一份，我这也要。谢谢，多谢。是这个样吗？错不错？这东西我不吃，这可不是之前给我。前段时间，李正启通过了金殿出仕，可不久后便得了病。我有朋友在他们府上当差，说是现在已经疯了。你们这药真能吃吗？当然能吃了，每2餐后服1粒，连服10粒，15日之后，你们的身躯便会如脱胎换骨般的崭新。莫说是那金殿演武，来年参加武举，若想夺魁，也并非难事啊。真有这么神？那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那是他急于求成，他担心自己初选不过，比试前夜便将我给予他的3粒药丸并数吞下。不过今日啊，我还是会给你们1人5粒，希望诸位莫行那愚蠢之事啊！是拿酒碗了，是很多酒碗。有的人呢是无大无卡，是啊，这是我最放心了。司空长风怎么把你给叫来了？既然来了，不如比上一回。观他人观书不语，才为君子。他说有一残局难解，叫我来一同看看。确实是一局佳意啊！过来书中寻解。啰嗦。怎么了？我还以为来到你们雪月城苍山之上，便不会有凡事扰心呢。看来人只要活着，无论逃到哪里，都躲不过被打扰的命运。我娘离开天启去助我阿爹了，琅琊王如今身体抱恙，身边恐无人相护。那你是要去一趟天启喽？我虽不喜欢那座城，可如今看来不得不去一趟了。我阿娘只在信中说，若有剑仙相助，则心下无忧。你是不是？且慢，勿言。你娘这在文学上算是夸张相捧的笔法，归根结底，这封信还是写给你的。不如我们打个赌吧，若我赢了，你便去天启，我将上任洛水城主藏书借你1月。若我输了，便还是我去，女承母业。赌什么？剑气斋业如何？苍山多杜鹃，不如我们就比一比，一炷香的时间，你我能摘下多少杜鹃花叶？数多者为胜。
原来我还活着。沈夜，你醒了，先坐。你如今伤势过重，不宜乱动。这话说的，你是神医，我是神医啊。师傅，你怎么可以下床的？你不要命了？你是师傅，我是师傅啊。你们今天一个个说的话，都很嚣张嘛。师傅，你都快死了，还说大话。先喝药吧。我这伤是你治的吧，赵燕？嗯。我方才啊摸了一下我那伤口，包扎的还有待提升啊。弟子无能。无能什么无能啊？我当时受了伤，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。这天启城中想要找到治好我这伤的大夫，可没那么容易。真厉害！你把手给我。师傅，宇哥为了帮助我们引开那些高手，强行进攻了大将军府，受了很严重的内伤，最近也正在调理。我开了些药，但不知道对不对。师傅，你要不要看一眼？不是内伤的事情。你行事我信得过，治疗内伤是我交给你的第一件事。若是这都出问题，那岂不是要逐出药王谷了？好了，我也该休息了，你们出去吧。师傅，我们现在住在婉儿姑娘家，她家吧房间比较少，别人都需要住在这里，宇哥也需要休息，所以他也要睡在这里。睡哪里啊？睡隔壁。哦，你先出去吧。苏沐雨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你现在不再是安和的傀了，也不是无间城中的孤魂野鬼。你有什么事情，你可以，也应当说出来。我方才为你诊脉的时候，发现如今的你，随时都有可能走火入魔，你可知道？果然还是瞒不过神医。是为了救我，才如此的吗？我答应过，会保神医无忧。那个约定是在九霄城中的时候了。是吗？
我以为那个约定会一直作数。你现在的情况很危险，在无双城中，我们都看到了剑武帝的样子，走火入魔，功力虽强，却是会燃尽自己的生命。神医放心，我自有分寸，断然不会让自己陷入到那般地步。不过神爷，我几乎入魔一时，还请不要告诉云墨他们，如今我们的处境已十分危险，不要让他们太过担忧。好，苏沐月，但你千万记住一点，不许逞强。自然。嚯，穆家的传信银碟做得真精巧啊！看来确实没有看错人。暗河的这一位苏家主是一位值得相信之人，那么也是时候和他们再见一面了。行了，走了，啊，行了，拿好这药吧。我的药！谁？薛无耻，谭连月，一个都不能跑！我听说天启城4守护办案，就连当朝宰相也得配合。诸位公子听不见吗？一个都不能走！给我上！莫伤他们性命。这可有点难办啊！保安怎么办？别看了，走啊！快点走啊！快！还不出手吗？看戏呢！封禁长公明，将军逐沙场。若是在战场之上与你为敌，我还需要忌惮3分。但是3尺之间，不知是我唐门的暗器手法快，还是你的剑快。小心！大师兄，什么大师兄？是你的索命鬼！
太危险了，对手太难缠，我们先撤。可是，走。中了他如今的毒掌，就算你是玄武使，一时也无法再战。我们先撤，再想办法。天启城玄武使，果然不同凡响啊！倘若你们晚出现半刻，我定然死在他的手上。你说是吧？哼，他若是用暗器，你怕早就死了。那他为何不用暗器？唐连月很聪明，他发现了场中这些人的身份，猜到了我们此举是对付琅琊王的。他若出手杀人，留下了自己的暗器，那么或许会成为攻向琅琊王的矛头。这些人应该怎么办？诸位，还请先行离去，我会派人随后通知大家，在新的地点相聚。走，快走！琅琊王殿下，苏家主。苏家主，请放心，我来的路上无人跟踪，没有人会知道你们在此地。殿下师从学堂李先生，很多年前便已是闻名天下的高手，我自是放心。殿下曾被世人称为风华公子，智慧谋略天下无双，城府亦是深不可测。果然，直到我舍命战过一次，殿下才敢完全相信于我。在这天启，即便是我，每走一步也都是如履薄冰，所以我不能错。苏家主，抱歉。我听二爷说，目前男爵战事危急，青龙使和你麾下所有精锐已前去相助，白虎使多日前不见踪迹，朱雀使司空长风很多年前便已回归江湖，如今你身边只剩下唐连月一人。自你助你兄长夺得帝位开始，这应该是你最弱的时候了。看来，苏家主对于这天启城的一切已经是了如指掌了。这其中当然有一些巧合，比如雷梦杀玉坤，但有一些应当是你刻意为之。你故意让自己变得很弱，你在等什么？只有当对方觉得我足够弱的时候，他们才会忍不住出手。而我想要的，就是他们对我出手。届时你需要我的帮助。是，因为到那个时候，我依旧会很弱，弱的甚至连我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。所以有些事情，苏家主还得帮我。如此看来，我们暗河进入天启的这一步，是不是早就是王爷棋盘上的最后一子？我看不见那么远的布局，不过是顺势而为罢了。但我之前答应你的事，我一定会做到。好。那些中了药人之毒的，皆是天启城手握军权之人。有这把柄在我手中，就算他们不为我所用，也不敢妄动。永儿，我最后跟你说一次，这个选择没有回头的可能。舅舅，我从来不回头，因为回头看到的皆为不堪。
飞，你没事吧？这些活计怎么还需你来做？无事，只是扎到了，都不曾流血。你看，你父皇啊最喜欢我的绣艺，想着平素无事可做，便给他绣了一条腰带，再给你舅舅和外公啊做2双冬靴。来，坐。你今天怎么来了？学堂课业可辛苦？不辛苦，先生还夸儿臣聪慧呢。父皇晓得了，还赐了儿臣一套文房。今日不上课，特地回宫来瞧你们。真乖。父皇今日过来吗？或许吧。殿下，你就替娘娘争一争吧。陛下他日日都去那宣妃处，已经许久不来咱们这儿了。你是陛下的第1个孩子，陛下以前最是疼惜你了，你就替……点翠，多嘴。你不用理会他说的，好好读书，为母妃争口气。娘娘，娘娘不好了，娘娘，娘娘，典老大人所管户部账目出了问题，陛下大怒，要罚典老大人。你父王还算有良心，只叫你外公告老还乡。或许父皇是挂念典家是母妃的母族，一条丧家犬，不值得他赶尽杀绝吧？不过永儿，你放心，舅舅此去参军，便是要给典家谋一条新出路。我会成为你新的底气，你在天启一定照顾好母妃。你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。舅舅亦是这世上唯一一把我握住，但不会刺到自己的刀了。殿下，神武使和安和的人一同去了万丈院。怎么又是安和？苏长河明明已经答应和我们的合作了，为何这安和还一直在阻碍我们的计划？皓月，你去找到苏长河，若他再继续闭关，那我们的合作便不再成立了。所有踏入天启城的暗河之人，我们将一个不留，全都铲除。是，殿下。不如由我去吧，毕竟肃宗追远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也可。另外，速寻到如今苏沐雨他们的藏匿之处，必要之时，也可不必知会苏昌河，直接将他们抹除。如何了？宇哥，我们已经找到天启城要人的秘密了，不过对手太强，我们只能暂退。雨墨和唐连月已经回琅琊王府复命了。苏沐雨，我们还是先走吧。天启城的水太深太浑了，我认为我们的选择并不值得。学尉，去问下昌黎，昌河闭关的如何了？宇哥，你也打算放弃吗？我不想让暗河成为别人权力斗争下的棋子。你们带着神医先离开，我等下昌河的消息，待与他会合之后，再一起回暗河。宇哥，
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不会骗人。又想让我们带着神医先走，然后自己收拾烂摊子。我不能走。神医，为何？天启城如今之乱，始于药人，而药人之术，又是我们药王谷企图所导致的。我是药王谷如今辈分最高之人，我不能就这么走了。可如今，大家长正在闭关，苏家主又受了重伤，以我们的战力，恐怕在这场战局上很难有什么帮助。哪个讲的？狗爹，狗爹，这说，狗爹来了，哪个把你打伤的，我必将他碎尸万段。那狗爹你来晚了，因为苏沐雨已经为我报仇了。你一个小子做得不错。王爷，听闻雨墨姑娘的名字许久了，但今日还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之前暗河入天启，本想来一见的，只是那个时候连月没有回来，见我就没有那个必要了。王爷说话倒是有趣。请坐。谢王爷。我出身学堂，师父当年告诉我们，行走江湖，有趣比厉害更能吸引女孩子的注意。所以当年我们中的每一个都很有趣。连月自小住在唐门，认识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是现在这副无趣的样子了。而且这么多年我都没能改变他。所以不知道雨墨姑娘到底喜欢他什么呢？以前喜欢，现在不喜欢了。哦，怎么又不喜欢了？他胆子太小，我喜欢胆大的男子，比如王爷这样的英雄豪杰。王爷，雨墨姑娘，但连月是可以真正依托的男子，而我不是。王爷此话怎讲？因为在我认识的男子中，只有连月，是当他确信自己可以给你一生一世的幸福，无论未来发生什么，自己都不会有丝毫的改变，除非他死了。到那时候，他才会付出自己的真心。可其他人，不是。王爷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我师父原来跟我说过，男女之情，风花雪月，在任何时候说起都是应当的。不久后便是大朝会了，许多达官贵胄家的公子，偏偏在这个时候中了药人之毒。很明显，这是大皇子有什么图谋。加上最近天启城中对王爷流言纷纷，这肯定是冲我们来的。其实我觉得这两者都有可取之处。一个想爱就爱，爱得坦荡，爱得自在，所以在开始的时候，总是能如此炽烈；而一个要等到万事皆定之后才爱，总是少了些波澜，也会让这位姑娘多受些委屈。但是，连月是个很好的人。王爷说话，怎么语气怪怪的？好像……雨墨，不得胡说！你又知道我要说什么了？那怎么是胡说呢？唉，好像什么？想交代后事是不是？
或许我真的在交代后事呢。王爷，罢了罢了。方才你说什么来着？有很多达官贵胄家的公子被下了药人之毒。都是哪家的公子啊？有几个辨出了身份，还有几个没有。那你回来干什么？去找啊，把他们一个个都找出来，统一保护起来，再想这解毒之法。但是要记住，所有的这些行动都要尽快完成，不然等到大朝会的时候，他们的父兄齐聚天启，情况就不妙了。或许会发生更糟糕的事。明白。哥哥，你要死在这里了吗？不会的，我一定会带着你从这里离开的。那阿娘他们呢？我们还能把他们救回来吗？可以的，我们都会活下去的。哥哥，朝林，没事吧？哥哥，你走吧，不要管我了。我流了好多血，我活不下去了。不，走吧，走啊！走啊，哥哥，走！你走啊，哥哥，走！唐林，哥哥。这一次不跑了。无知小儿，前来赴死！阎王深浅，何来胆量让吾赴死？渔网深浅，就算阎王也得退避三舍。都与你说过了，我兄长正在闭关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闭关？你们大家长约了我们结盟，结果谈定就消失无踪，而剩下暗河的人还在干扰我们的好事。那还不是因为那一日我兄长与琅琊王对了一掌，才受了内伤。莫非？我听说，阎魔掌每提升一个境界，便可建一方天地，而一旦到了第9境，便可成天地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阎魔掌到9境的修炼者。是你啊，老头。暗河的大家长，我们又见面了。
看来你们在离开影宗之后，又投靠了大皇子。哼，那个时候果然我才是对的。对于对手，我就应该斩草除根。也不知道沐雨看到此情此景，会不会后悔啊？我们若想能长久立于天启之中，自然要寻找一些依靠。大皇子殿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不然我和大家长又怎么会在这儿相遇呢？你说呢？此间事了。那么，天启3家、暗河3家，所有人都尊称你为大家长。等大皇子殿下登基后，我们将取代如今的内卫司，真正的立于光明之下。走吧。许久未见这位大皇子殿下，如今我的研魔掌已经练到了第9重，我倒想看看是谁会成为第一个被我喂掌的人。连月的天地本应该是江湖，是否人经历多了，这话也就变多了？你同司空长风一样，喜欢对着风景长吁短叹。你我所摘的花叶树木是一样的，但是你的里面有3片桃叶，所以说你输了。罢了，帮我同司空长风说一声，我要去趟天启，归期不定。因为原来活得太束缚，所以事到如今才会有感慨。像你现在这样就很好，活得恣意。你阿娘叫你暗中来保护我，劳烦了。所以你后悔当年的抉择吗？如果有一天你遇上一位高手，得到了同他问剑的机会，最终却因为问剑失败，手上一辈子也拿不起剑，你会后悔当初与他比试吗？不会。这也是我的答案吧。人生就如同望城山上那问卜的桃花壁，只有一面可以朝上。我想要海晏河清，便得舍弃江湖肆意；你想要领悟无双的剑意，就要承受事件的结果。憋屈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不会失败。那么，我便先去百花楼了。等空了再去听美音弹琴啊。婉儿定会为先生备下雅作。头儿，你们也来了。你让大家长告诉我们，不再需要做那藏在面具下的12孝，可与你并肩作战，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。所以，我们来了。新换的刀不错，黄泉当铺取来的，削铁如泥。头儿，你且放心，我们的武艺最近也精进了不少。不听那个丫头的，能不能现在就离开天启城？如果可以，我希望哲叔能将神医带走。天启城这些事，由我和长河来解决。
真子讲的话，那就烂了不？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还能做什么？你要是不想把你这个身体变得跟我一样千疮百孔，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再动武，好好跟我那个女聊上几个月，真子才不会留下隐患。我会尽快恢复，请哲叔放心。放什么心啊？我跟你受的是一样的伤，我一眼就看得出来。如今你要是现在来一阵风，你就如同这盐一样飘散了。可哲叔，你不仅没有死，还依然是我们苏家第一高手。我比你清楚。如今的我，若是遇到真正的全力一战，与势均力敌的对手死拼，那便是必死无疑。这是我当年受的重伤所留下来的隐患，如今就是新百草在，也治不好我的伤。我以后还想将女儿托付给你，所以我不希望你变成跟我一样。哲叔，我有我的打算。你有个屁的打算！你最后的打算总是要拼出自己的性命，跟了你郑子丽，最后都是要当寡妇的。不过也没得办法，你就是郑子丽，所以你才是苏沐雨。既然我那个女跟你都下定了决心，那么就由我来帮你。这是不可！有什么不可的？你若是用此弓，会遭到巨大的反噬。你放心，我还不会死，我会留着我这条命来照顾我那个女。苏沐雨，你没得办法的，你必须要接受我的整齐，不然你折属我，反而会逆界而亡。苏沐雨，等度过这次劫难，就离开江湖嘛。离开江湖，比如回南安城，你就做一个一辈子的小药童，帮我那个女卖药、捣药、煎药，待到日落时分，你再去做一碗难吃得很的面。然后我那个女啊，一边骂到你，一边把那个面吃了，你呢就不好意思，于是第二天一早就去买了桂花糕。郑子的一辈子是不是也蛮好？我总不能一辈子做面都很难吃饱。哼，你也觉得蛮好吧？我可以住在南安城，安然度过一生。可安和的子弟们呢？若放任他们散入江湖，总是会在某一日死于无人之处吧。是个有责任心的男人。我相信哲叔当年也是很有责任心的。毕竟你是前任的魁，而且你出身自本家，本应该继任大家长之位的。曾经是吧？那个时候，我一腔雄心壮志，只想有一天能够名扬天下，好好争一争这天下第一。后来呢？后来，我遇到了爱情，便只想到仗剑天涯，远走高飞。什么暗火，什么天下，都不如在这星空之下仰望群星。你呀，
真是不如我。看来我苏哲才是这天底下最好的男人。高爹，你在干什么？这应当是神鬼涅槃功。传闻中，有人受了极重的内伤之时，便可以以命换命。虽经过改良，传功之人并不会致死，但是也会遭到极大的反噬。这是为了苏沐雨，真是倾尽全力了。听说最近天启城不太平啊。飞虎将军府有刺客夜袭，闹出了挺大的动静。典业，他招惹什么人呢？这个奴才就不知晓了，好像是一些江湖人。江湖人，江湖人的事，是不是应该问问若风啊？这些江湖人似乎的确和琅琊王相识。江湖人既然敢在天启城刺杀一名将军，实在是太过难大包天。传令给典业，固授予他权限，全城搜捕那名刺客，飞虎军精卫任由他调配。奴才遵旨。如今我的研魔掌已经到达了第9境，但是我只觉得天下偌大，不过我一掌之宽。对了，老头，你这么多年都没有办法将研魔掌提升到第9境吗？我们天启3家所拥有的研魔掌掌法，和你们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留下的掌法和秘籍是不全的，最多便只能炼至第8重，而同样的境界上，也无法与你们相匹敌。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你老头天赋不行呢。你这么说也没错。不过大家长，你可知道为何天启3家留下的掌法秘籍是不全的吗？愿闻其详。因为研魔掌是一门极其邪门的武功，炼至最后会有极大的反噬，所以天启城中留下的秘籍进行了一些改变，无法发挥这掌法全部的威力。而在暗河的你们，为了追寻更强大的力量，所以留下的是原本。许久未见了，大家长，你可知道，在你闭关的这些时间里，发生了什么吗？听说我们暗河的朋友差点死了，我们的苏家家主也快死了，甚至于鹤羽药庄差点在那夜被夷为平地。你们可知道，我现在很生气。那还不是因为你们胡来！胡来！卓清公公，你说我现在胡来一下，一掌拍死我面前这位大皇子殿下，你能拦得住？大胆！如果是以前的你，必然无法在我面前做到；如果是现在的你，你有5成的机会能取走永儿的性命。我还真想试试。